大家好，我是张展。我5月13号上午5点，警察送我回到上海五哥的房子里面。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和关心吧。希望大家都好吧，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说话的人，名字叫做张展。4年前，武汉封城期间，他孤身一人，以公民记者的身份来到武汉进行报道。2022年的12月份，张展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按照刑期的计算，在今年的5月13号，他应该刑满释放。5月13号之后啊，全世界都在寻找张展，但是张展呢，却杳无音信。这件事情甚至惊动了美国驻华使馆。美国驻华使馆专门针对张展发了一个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及时释放张展。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也包括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同时发了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及时释放张展。一直到5月21号，张展才发了前面的这段视频。大家仔细看一下张展这段视频啊，挺蹊跷的。一个是张展啊，神情比较憔悴，因为毕竟在监狱里关了4年嘛。另外一个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张展这段话嘛，给人感觉欲言又止。你想，张展被关了4年，第一次面对公众讲话，他肯定有很多话想要讲。尤其是张展当时在法庭上的那种不服从的态度啊。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视频，他仅仅讲了非常简单的几个事实。他说5月13号这一天，他被有关部门送到了他的哥哥家里。他现在没什么可讲的，感谢大家对他们的关心。希望大家都好吧，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没什么可讲的，给人感觉现在的张展仍然是受到了有关部门的严密的监督，他并没有完全获得自由。这其实也符合一般的我们对中国政府的认知和常识啊，因为中国政府对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意见人士，即便你刑满释放了，你也不能获得彻底的自由，你会从一个小监狱过渡到一个大监狱，你离开指定的地点，你也需要汇报，你也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才可以。所以张展目前的状态应该大概率还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状态。虽然他离开了监狱了，他仍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那么张展为什么4年前要到武汉进行报道？他在武汉报道的过程中又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他离开了监狱之后仍然受到有关部门的密切监督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公民记者张展的个人故事啊。张展是陕西人，10几年前被当作人才引进到了上海。早年他在金融机关工作，据说收入还不低，一年差不多有100万的收入啊。2015年的时候皈依了基督教，这之后呢，他就开始介入到一些人权维护的领域啊。2016年的时候，好像是业界有一个关于律师的一个法律的修订，他还参与了签名，要呼吁要扩大律师的权利嘛。后来呢，由于他好像是拒绝什么一个法律中间造假他就被剥夺了律师资格。这之后呢，他跟中国政府之间就有了一些冲突嘛，他就在街上维权也包括呼吁一些弱势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张展的维权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他呢就打了一把伞，那伞上就写着"共产党下台"的这几个字这个事情在中国的大陆有点骇人听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大多数人维权也包括一些人权律师维权他都不会把目标直接对准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不会呼吁共产党下台，都会首先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呼吁一些权利的维护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法律的完善也好但是张展比较狠，你别看这是一个弱女子直接在雨伞上写着"共产党下台"。所以你可以想象了吗？张展当时在这个行为在中国大陆所引起的震撼所以正是因为这个行为，张展2次被上海警方这个拘留，最长的一次有40余天。2020年大家都知道武汉呢爆发了新冠疫情，一开始政府就是隐瞒瞒报说没事儿，结果后来就在春节之前，因为要春运了，大量的武汉的外地的人要扩散到全国各地进去过春节，
结果就在1月23号这一天，武汉突然宣布封城。当时封城啊也非常非常紧急啊，所以很多人都没预料到，所以很多媒体并没有赶到武汉，因为武汉一旦封城了，你也进不去了，你也出不来了嘛。所以当时财经团队是在武汉有一个报道组啊，中央电视台也有啊，但是官媒在武汉的报道大家都知道，那都是官样文章，那都是歌舞升平，武汉市的市民喜迎封城。真正武汉市第一手的人间惨剧般的现实，实际上这些官媒是不会报道的。当时的财经杂志做了一些报道，但是也有限。那么真正的实际上，当时武汉所发生的种种情况，多数情况是通过推特、是通过微博来传播出来的啊。那么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在封城期间迎来了3位公民记者。第一位就是陈秋实。陈秋实大家都知道，他是前些年在国内的一个网红啊，早年也做过律师，后来在香港啊这个反送中运动的时候，他也到现场做了报道。所以武汉在1月23号封城的当天，陈秋实坐的一班火车冲进了武汉。他在这一天做的一个直播里就讲到，要和武汉市市民共存亡。你好，我是陈秋实。现在是1月24号大年30晚上10点多，我在武汉汉口的火车站。我来的那班高铁的乘务长说，他们的车至少要被停运1个月，所以说未来1个月我恐怕是不能离开这儿的。那么来这儿以后，我会用我的镜头来亲自见证和记录武汉这次防灾检疫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并且愿意把武汉人民的心声传递出去。今天是大年30，习近平上哪儿去了我管不着，但是我陈秋实来了，我愿意和武汉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扛。应该说这个视频呢感动了很多人。你现在去陈秋实啊，在 YouTube 的频道里还能看到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播放量有几百万呢。那么陈秋实呢在武汉啊，紧接着就开始做着他自己的报道。因为在中国啊，你做记者的报道是需要资格的，是需要有证的，但陈秋实没有，所以他不能像那些记者那样直接到那些新闻现场去做报道，所以他只能是伪装成一个普通的市民，到武汉市的急救中心呢，也包括殡仪馆呐这些地方去拍摄。但是啊，他的拍摄的内容啊，给当时武汉之外的很多人带来了武汉第一手的信息。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关心武汉的疫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死了多少人，到底医院的状况是一个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的吗？所以陈秋实的这个公民记者的视角啊，应该说让无论是中国还是中国之外的人对了解武汉市的疫情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尽管他没有受过一个媒体的训练啊。2月1号这一天啊，张展坐上从上海到重庆的火车，火车到了汉口的时候，他下了车，他就留在了武汉。我猜啊，张展肯定是受到了陈秋实的启发，因为后来他一直也对陈秋实的这个行为非常敬佩嘛。后来他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说，他到了武汉的第一眼看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大吃一惊。我是2月1号买火车票到重庆，然后中途从汉口火车站下来的。出站之后就惊呆了，就整个火车站完全一个人都没有，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到了拍电影的片场那种感觉，就是这个电影刚刚拍完，然后是片场没有一个人，就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正常使用的一个地方。他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段话：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无法后退，因为这个国家不能够后退，所以他要只身前往到武汉进行报道。张展呢也没有受过媒体训练啊，所以他在武汉所做的报道呢，其实也是用着自己的手机摇摇晃晃地拍摄了武汉街头所发生的一些场景。大家好，我是张展，现在在第7医院的门诊楼的楼前。他们这家医院是武汉市的定点发热医院。这个是武汉人民医院的急诊科。比如说，他看到那小区里的那些隔离人员，他想过去，对方不让过，双方就发生了一些争执。这跑出去干啥？这是我基本的人权，缓一个，我必须要从这里通过。你可以去叫警察来把我。你看这个，他们就这样拽我，不让我通过。
我就给你关了。还在录，再录我就给你关了，我给你砸了。这个人抢我的手机，并且要准备喝砸我手机。你还录？我不允许你录，你再录我就给你砸了。张展呢，他报道啊，跟别人有一些不同。像陈秋实的报道呢，基本上还说，你看到了医院里头啊，我们尽量不要给人添乱了。但是张展反反复复在武汉做的报道过程中讲到了是谎言与真相，没有言论自由。他甚至会说，他说其实这个国家的人他很难理解，已经被管到要死了，这些人都不出来反抗。所以你别看张展是一个弱女子啊，但是他在他报道过程中平静的语气下所叙述的那些内容本身还是非常坚定的。2月6号这一天啊，这个武汉市发生了2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李文亮医生去世。李文亮大家都知道，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最早他在医生群里头啊，向别的医生传递出来，在他们医院里发生了不明原因的这种肺炎的患者，所以被人称之为武汉疫情的吹哨人。非常不幸的是啊，李文亮医生后来也感染了新冠，结果在2月6号这一天，他因为不治而身亡。由于李文亮当时啊，在微信群里头说了这个信息之后，受到了武汉警方的训诫，所以李文亮医生的这个命运呢，激起了全国人民对他的同情。我至今还记得2月6号那一天，整个互联网上滔天的对李文亮的纪念啊，以及对武汉市政府的声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陈秋实的消失。大家好，我是秋实的妈妈。今天晚上秋实说她要去方舱医院，之后呢晚上7、8点钟到现在2点了，凌晨2点，一直是失联状态，和她联系不上。我在这里恳请广大网友，尤其是武汉的朋友，帮我个忙，帮我找找秋实，她到底是什么情况，请大家帮忙，谢谢。失踪不见了。陈秋实一共在武汉待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所有的人找不到他了。2月7号这一天，张展开通了自己的 YouTube， 因为他在2月1号到了武汉，到2月7号之间，实际上张展是没有说话的，他只是用自己的手机拍了一些内容，但没有报道。2月7号这一天，他在 YouTube 上发的第一个视频就是呼吁武汉市的政府释放陈秋实，悼念李文亮。但作为一个关注这个国家真相的人之一，我们要说，如果我们仅久停留于一种悲伤之情，而不去做点什么去改变这个现实的话，那我们的情绪就是廉价的。这一切的根本是属于人民的，所以我要呼吁，请尽快释放陈秋实，还方斌自由，撤销对报告医院疫情的医生的所有的行政的动作。谢谢大家。你想想，这个勇气其实是有点前赴后继的意思啊。那个时候你呼吁中国政府来这个释放陈秋实，你显然是跟政府对着干的。所以当天他就收到了上海国宝给他打来的电话，警告他，你不要在网上乱讲话，否则你要承担后果的。但是啊，张展没有后退啊，从2月7号开始，他就开始不停地更新自己的 YouTube， 他也去那些武汉的医院里面，他也去到武汉的各种小区里面，他跟武汉市街头的普通人进行聊天、采访，问他们对疫情的看法。在整个疫情期间，他在 YouTube 的频道里头一共发了120多条视频。这些视频呢，应该说对当时武汉之外的人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甚至还去专门在方斌消失的时候，到派出所去问那些派出所的人，方斌到底怎么回事。就是他是您这边派出所处理的这个案子吗？你是什么人呢？我是关心他的一个朋友。我也不能确定你的身份，你跟他什么关系，我不能随随便便把一个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啊，明白了吗？我只是代表一个普通的公民和来关心。他要那个的话，他的情况我们只会跟他的直系亲属说沟通，好吧？他甚至还到了武汉市的那些陵园，就是埋藏新冠疫情的那些患者的死亡的那些陵园，去到那里去看这些人的墓碑，
因为他不相信政府公布的那些死亡者的数字。他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在武汉市做着疫情前方的报道。2月13号这一天，第3名公民记者李泽华赶到了武汉。李泽华呢，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早年还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也是受到了陈求实的鼓舞所以2月13号这一天，他来到了武汉。他当时发的第一个视频是：一个陈求实倒下了，千百个陈求实会重新站起来。Hi guys, this is Li Zehua Chris, and she said that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fected there. So I'm gonna try. 李泽华自己有一辆车，所以他在武汉的拍摄采访期间是每天开着自己的汽车。他也去了殡仪馆，在街上看到有人倒在了路上，他去询问，跟那些疫情的人进行采访和沟通。因为他本人做过一些媒体的训练，所以他的报道呢，相对来讲像一点正规一个媒体报道的内容但是在2月26号这一天李泽华突然发了一个视频，说他正在街上开车的时候后面有人开着车跟踪。经过是什么样的？就直接在路上，我走着走着，突然就直接在前面来了一个车怼我，然后就现在就一直追着我呀。现在他们在追我，向各位求助。他当时认为这可能就是武汉市的公安局。他这一路开车回到自己的酒店，回到酒店之后，他把门锁起来，外面就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这个时候的李泽华就打开了自己的手机进行直播，在直播的这个手机前面，他慷慨陈词，讲述了一段自己来到武汉做报道的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如果门外的那几位大汉们，你们上过中学的话，当然你们上过如果你们记性足够好的话，你们一定会记得中学的一篇文章，鲁迅的，叫做《中国失去自信力了吗》。里面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一直把它奉为圭臬。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才是中国的脊梁。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有更多站出来，不是说我们说2句话就反党了。讲完了这段话之后李泽华打开了房门，被有关部门带走。你以为你这个事情好像很大似的。李泽华被带走之后的几个月4月份的时候，他重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他说他被有关部门强制隔离，这之后他又消失在了公众面前。一直到1、2年之后李泽华离开了这个国家，到美国去留学去了。陈求实的出现呢，又已经到1、2年之后了。他出现之后讲述，他是被有关部门取保候审。所以一直到取保候审之后，他才重新出现在了公众面前。而在陈求实、李泽华相继消失之后，张展还在武汉进行坚持，做各种各样的报道。一直到4月17号，武汉已经解封之后，他还在武汉的大街小巷进行了报道。他问了一些武汉的市民，他说：“这次疫情，你感恩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隔离政策吗？”那些市民很有意思的回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视频到了5月14号这一天，有关部门终于对张展下手了。张展在武汉市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酒店里，被上海市的警方跨境抓捕，带回到了上海。我看张展在 YouTube 上发的那些视频的时候，我一个感受就张展本身说话的时候非常平静，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像一个弱女子但是在这个平静的语调背后，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意志非常坚定。所以他在报道的过程中，他不仅仅讲述的是他看所思所想所想，他还把它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所以他经常讲，他说：“你看这个国家充满了谎言，在这武汉市里面，所有的人都没有人关注这样的真相。这个国家里头没有言论自由。”他把它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后来上海警方把他抓回到上海之后不久
这个柔柔弱弱的女子就在看守所里头开始了绝食。她不想活了，她要用自己的生命跟这些当权者抓捕她的当权者进行直接的硬干，对着干。张展的这个起诉啊，也是一波三折啊。这9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市的检察院给他写了一份起诉书。这份起诉书里头就讲，张展在疫情期间到武汉市啊，开始传播虚假消息啊，所以呢就违反了这个寻衅滋事罪。再加上他此前呢已经被政府部门2次拘留，所以需要从重处理，就建议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呢，这检察院所罗列的这个证据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叫王定邦，这说张展当时通过微信点对点给他们传过去了一些文章吗？结果这王定邦看到这个起诉书之后，就专门发了一个声明，说他从来没有接到张展给他发的文章，他只是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头啊，或其他人转的过程中间他看到的，然后他转发了。他说他对张展的转发纯粹是一个个人行为，张展从来也没有指使他转发这些文章。那由此可见，检察院当时啊所罗列的张展当时犯罪的这些事实都是罗织的嘛。仅仅是因为张展在武汉期间做的这些报道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不满，所以才用寻衅滋事罪对他进行强行起诉。2022年的12月份啊，张展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罪名就是寻衅滋事罪。他有出庭的样子，第一呢是坐着轮椅，然后戴个口罩，在法庭上，他也没怎么说话。法官问他的个人信息的时候，他拒绝回答嘛。他放弃了这个自我辩护，他通过这种沉默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抗议。法官就是说你不说话，我们也要进行这个法庭的。然后他就表示说，就是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吧。然后呢，你们没有权利来审判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么坚定的一个人啊，然后呢，在完全认为自己无罪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当庭也是2个律师都做了一个无罪辩护啊，那么而且还会判这么重啊，那么他可能会更坚定了自己要绝食到底的这样，那我这样会很担心他的生命健康安全。所以我觉得张展非常了不起啊，因为一个人在疫情期间啊到武汉进行报道做公民记者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了。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其实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都怀着一种决绝的这样一种决心。在法庭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他说这个实际上不是对我的审判，是对你们现在这个制度的审判。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张展的内心里头这种决绝来源于他对中国的这种对言论压制的这种体制的这种对抗，这种不服从。所以他在进了监狱之后还在用绝食的方式来表达对他判决的抗议。所以张展啊在进入到监狱里以后啊，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他也获得了一系列的称号啊，甚至在2023年的时候他还被列为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所以你就知道了，张展对有关部门来说，对中国政府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难对付的人。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武汉封城期间3名公民记者不同的命运啊。李泽华啊，当时啊被强制隔离之后一段时间就出来了，说他自己仅仅是被强制隔离。再过一段时间呢，他又离开了中国，到美国留学去了。可见他离开中国并没有受到限制。而陈秋实呢，在被强制隔离了一段时间，消失了1、2年哈，出来之后说他是被取保候审，也就是说被有关部门要起诉他，但是呢没有起诉，取保候审了嘛。那据说陈秋实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啊。但是张展处理最重，他是被实实在在的以行衅滋事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为什么他判的最重？为什么一个女的在这里头反而被判的最重呢？那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张展在整个过程中间都表现出来了跟中国政府绝对的不服从，不仅仅是不服从，他还认为你的执政本身都没有合法性。所以你看他武汉期间所拍摄的那些视频中间，他不仅仅有对疫情政策现场的那种拍摄报道，
还有更多的，他是对整个中共在武汉封城期间采取的所有的政策的那种不认同，甚至可以上升到对整个中共对中国统治的这种方式的不认同。那你想想，中共还不收拾他，对吧？那要是从严从重的收拾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李华泽他们仅仅是强制隔离，陈秋实仅仅是取保候审，但唯独他是有期徒刑4年。即便是有期徒刑4年，把他放出来之后，仍然备受有关部门的监督。通过张展的个人故事啊，我一直想说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其实记者这个职业本身呢，并不需要一个什么特别专业的这个认定资格。世界各国很多国家啊，实际上对记者本身是没有一个行业认证的，但中国有。在中国，你要想成为一个记者，新闻出版总署你必须要登记，还要考试，给你发一个记者证。但真正发了记者证的人，未见得就是真正的记者。在历史紧要的关头，你会发现，走到历史前台的这些人可能没有记者证，但是他们是一个真正的记者。无论是在疫情期间的陈秋实、李华泽，还是张展，他们才是武汉封城期间当之无愧的记者。因为他们虽然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媒体训练，但是他们把那些新闻现场中间最鲜活的那些内容、最真实的真相报道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了解到了武汉当时所经历的种种人间惨剧。所以他们真的是配得上记者2个字的称号。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很好奇，就是张展这样的一个弱女子啊，她内心里头那种强大的意志力到底从何而来？我不知道啊，这跟她信仰基督教是不是有关啊？但是啊，她确确实实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让人感觉到她来自于体内的那种意志的力量。2022年的10月5号，张展在狱中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啊，因为要受到监狱的人的检查，所以他也不能写特别直接的内容。所以信的前半部分呢，他主要是在关心自己父母的身体，因为他的父母啊，因为身体不好要做手术。中间也一部分讲到了他在监狱里的经历。他说监狱的人对他挺好的，过生日的那一天还给他开了小灶，吃了红烧肉。在信的最后啊，他写道：秋天到了，冬天到了，我们不要伤秋悲凉，因为正是在风雪之中啊，种子正在孕育，到了春天的时候啊，才会破土发芽。在这封信的信封上，他画了一株寒梅，在寒梅下面之后啊，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啊，峥嵘突兀如铁，故凛然冰姿，人当如梅。我想啊，张展实际上是用这句话啊来比喻着自己。他呢，可能觉得当时他只身一人来到武汉进行报道的时候，他就如那个冰雪中间的那株梅花吧。就在他写完这封信的没几天，北京爆发了四通桥事件。这封信呢，他邮寄出去的时间呢是11月28号。就在这之前的前一天，上海的市民呢就集中在了乌鲁木齐中路上，白纸运动呢也就突兀而来。所以啊，张展所讲的那个冰雪之下孕育的种子啊，从某种角度来讲，它还真的发了芽。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张展，现在在第7医院的门诊楼的楼前。这个是武汉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基本上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嘛。当有穿着迷彩服的人然后威胁你的时候，包括警察喊着要打死你的时候，还有就是朋友说这个国宝在整理你的资料要收拾你的时候，还有就是比如说危重病人就在自己的旁边，担心说啊我是不是染上肺炎啦，这种恐惧很多很多。他放弃了这个自我辩护，他通过这种沉默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抗议。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么坚定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会更坚定了自己
绝食到底的这样。如果是这个我要上了对，也不是60天了，是更长时间。你希望别人能做什么？我希望大家一起为社会发声嘛，也不用为我做什么，就为社会做就为我做嘛。